人都布置好了。布置好了，营长，准备战斗。接手枪的，瞄准了打。娘，媳妇儿，我怕是很快就要去那边和你们团聚了。可我不甘心的是疯兔子还活着。什么情况？师座，我们轻敌了。怎么可能？小王，小王，小王，快来人！小王，小王，你不该救我！团长回来了！师座，我们遭到当面之敌，猛烈抵抗，前进不得。应该是共产党的援军到了。以直下估计，至少有2到3个营的兵力，火力很猛。他们现在还占着地理优势，我们实在是过不上去啊！喂，师座，喂，快让总部的轰炸机来轰炸！中脑子，总部的飞机这么好降的吗？你给我顶住！你给我过来！正面的敌人不都击溃了吗？哪里冒出3个营的生力军？见鬼了吗？师座，36师停止进攻了。别管36师了，把66团给我撤下来。记住，搞清楚情况再进攻。是，呼叫66团，快！小二，少爷，小王不能陪着你了。
睡吧，睡着了就不疼了。打了一天仗，你不是司务长吗？你给我们弄点吃的呀。就是啊。我实话跟你们俩说吧，我们也就剩3天口粮了。这要是在山下，我还能想办法去挣点。这山上，这是松毛林，这不是花果山。要不我去拔点树皮。这就剩3天口粮了。大头，我刚刚说的真话你没听到吧？小小，吃吧。我离开家的时候，小王还是个小男孩，他不应该救我。他现在也是个孩子。雨辰，我问你，面对这样的战场，你害怕过吗？哥，因为我出生在地主家庭，生活在被人仇恨的目光当中，体面，但是没有尊严。我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只是想解脱自己。可是我们遇上这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任何一个有热血的青年都不会置身事外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吗？是救赎。父辈让我们背上了家庭的原罪，只有我们才能救赎自己。不管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我们都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姐姐，你把阵亡战士的名单好好记录下来，别落下名。放心吧，珍姐，我一定好好记录。华成，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是现在战役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我们的战士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所以我想把党员同志们组织起来，在阵地上举行一次党旗下的再宣誓，把陈天佑同志没有完成的仪式
一起完成。你觉得怎么样？好。哼，给乔王爹的画好看吗？好看。一点都不好看，我太笨了。再叠一个。我记得小王以前跟我说过，他呀最不喜欢别人哭。别哭啊！我没哭。兄弟，哥哥送你一朵花，别嫌哥哥手笨啊！我也是刚才跟人家学的。二爹，我宣誓，我宣誓，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牺牲个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努力革命，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永不叛党。宣誓人李化成。我刚才把当前战场的情况向大家做了一个如实的通报。当然，我这个通报仅仅限于特委所能了解的情况，并不全面。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切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坚持这一错误路线，而导致了眼下不可挽回的战役败局。这已经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事业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终止。我们要看到眼下失利的同时，看到全国的好形势。红色根据地不仅在我赣闽大地，在湖北、浙江以及陕甘宁边区都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第二，蒋介石反动当局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亡之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蒋浪潮。我党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呼声，这股势潮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蒋介石想在赣闽大地一举剿灭红色，从此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独裁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我们眼下的形势却一天比一天恶化。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向同志们传达福建省委的通报。我们的中央红军，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随时会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这要转移到哪儿去啊？怎么转移？什么是战略转移啊？就是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暂时撤出苏区。
撤出去我们去啊！中央红军一走，我们不一下子又回到从前了吗？中央红军不能走啊！是啊，首长，红军一走，这苏区变成了白区，那些土豪民团再回来欺负我们这些穷人，我们还能有活路吗？啊！是的，撤出去了。对呀。同志们，我们大家都不要这么悲观。刚才乔明同志也说了，共产党不会因为一次失利就灭亡，天一下子掉不下来。老罗同志说的对，只要我们心里有一盏不灭的灯，夜再长，天会亮，熬过长夜，我们就一定会看到光明。话是好说，你说说，苏区变成了白区，还能有我们苏维埃吗？有，肯定会有。就算是苏区变成了白区，因为我们是在为劳苦大众做事情，所以人民群众永远都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基础。习总同志说的太好了，夜再长，天会亮。今天我们主持这个会议，就是要向同志们传达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最近在本地区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主要有4条。第一，为了便于独立领导，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实行干部地方化，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独立作战。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准备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第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随时准备转入隐蔽斗争。第四，加紧运送粮食、物资到长汀地区，以备长期坚持斗争。看来形势还是很紧迫的，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我们各乡的苏维埃政府能做的就是第4条，尽可能的多储备一些粮食物资。习总同志说到点子上了，特委要求大家务必要保持斗志，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党员同志，一定要坚守信仰，凝聚组织，坚持斗争。关键之点是习总同志说的，要紧紧的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一切顽强反动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别打头，留活口。是。红军哥，你今儿算是倒大霉了，遇到我了。兄弟们，报仇！解恨吗？解恨！不解恨，这只是挠挠痒。等天完全变过来了，那个时候才是解恨。来，把他扔下去。停，就让他暴尸在这儿。我就是要那帮穷小子看看他的下场。去把他包给我摘过来。快跑！快跑！同志，同志。
嘿，紧张吗？手心全是汗。我也一样，手都抖。我说，你要是同意，我们现在立刻下令撤退还来得及，至少可以给独立团留几粒种子。这可是你后一手建起来的队伍。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没命令啊，怎么撤？那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只能等着全部被敌人歼灭吗？那咱们也只能履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了。劝不动你，说了也是白说。笑什么？你猜我想起什么来了？我总觉得下辈子咱哥俩可能还得在一块儿。下辈子，我告诉你，野花长，我这辈子遇上你，就够够的了。下辈子再遇上你，我可不跟你做兄弟。师座，支架算了又算，就算共军给松毛岭派的增援，也绝不可能是成建制大部队，他们是绝对扛不住我们主力团的进攻的。天黑之前，必定可以突破防线。我把主力都调上去了，如果还拿不下阵地，就让他们在阵地上向党国尽忠。是。差不多了，该上路了。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呀。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啊。这别说是下面的同志，这就是咱们自己听到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这也有点撑不住啊。苏区一旦变回白区，人间地狱。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样的地步，特委都不能削弱对本地区的领导作用。只要我们坚持斗争，群众就会支持我们。报告，怎么了，秦王？有一名红军通讯员在去松毛岭的路上被民团用石头活活打死。啊！看看，这反动民团这是按捺不住了，这是。要是真的变了天，我们的地区群众就必然要承受他们无法承受的阶级报复。这是上级给松毛岭独立团的撤退命令，10万火急啊！一定要尽快的送上去，否则独立团就是松毛岭上一支孤军啊！三木同志，你辛苦一趟，把他送上去。全民同志，我还召集了几个人要研究一下歼灭青野的一个具体措施。三木同志，你有事让我去吧。苏书记，让我去吧。我就是爬，也要把命令送到独立团。兴旺同志，辛苦你了。请放心，
全民同志，这份给独立团的命令，说明了中央是要放弃宋茂陵啊。看来形势急转直下呀。全民同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整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呀？全面沦陷。错失良机。要不是桂系跟我们斗心眼儿，我们同步进攻，互相策应，怎么会越不过宋茂陵？师座不必自责，36师和左翼的85师也没有突破当面防线。呼叫前线，加强攻势。无论36师撤不撤下来，我们也要坚决进攻，务必在天黑之前突破全部防线。是。
手榴弹掩护，走！小哥，来人！第五名，第五名！山歌唱来啊，歌声不忍心。其实真天上了，望手迎接春风，黑了啦。你在后方醒过来！小哥，小哥，你是我心中燎原的火，木匠，山长水阔，明天不会有，只等你我同心踏海手。山歌唱来啊，歌声不忍心，远征不怕难有，一曲天下和。山歌唱起来呀，歌声固然显露，其实真天上楼。自从在党旗下宣了誓，就怕说到做不到。现在我做到了。木匠，山歌唱起来呀，歌声固然响亮，其实真天上楼。小哥，醒醒，醒醒！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他把我带回来了。谁？这36式法宝，就说我部全线压上，恳请贵部与我协同作战。是，报告。总部电令：鉴于剿共收网在即，总部将于8日上午9时派飞机对你部进行空中支援，令你部随后突进，务必于10日前突破松毛岭防线，直取瑞金。终于把轰炸机盼来了，我们要保存实力，攻打瑞金。阵地就交给轰炸机去清扫吧。呼叫前线，停止进攻，给我全撤下来。是。呼叫前线指挥员。向我们牺牲的战友敬礼！一个正营级，2个副营级，3个连级指挥员，76名战士，永远的留在了松毛岭上了。还有那么多伤员，
生死未卜，要不是敌人突然之间无故撤军，咱们这支队伍可能连番号都没了。不光是我们，红九军团、红24师，他们的情况不会比我们好多少。现在我们只有坚守阵地，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英雄烈士们。如果继续坚守的话，就会牺牲更多的人。可我们要是放弃阵地，那些阵亡战士不就白白牺牲了？看到这儿的时候，残壮们都看到了，全军覆没。难道一定要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吗？正是因为他们坚守到全军覆没，都没有放弃阵地，所以我们更应该坚持下去吧。放弃阵地打游击才是我们的强项。为什么非要摁着几百号人在这打毫无胜算的败仗？我想不明白。你一个团长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同意田友的观点。毛主席写过一本书，我看过，《反对版本主义》。关键的是里边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那就是实事求是。团长，政委。中国军委命令，侨民同志刚刚召开了各级苏维埃政权负责人会议，传达了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福建长汀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对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后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中国军委决定，独立团立刻撤出苏茂岭阵地，向四渡集结。尽管有点思想准备，但中央红军真的要退出根据地的消息，还是让我们感到始料不及。1934年10月10日，独立团还在撤离苏茂岭路上的时候，中央红军共86000余人，就已经从瑞金、长汀等地出发，撤离苏区。在国民党10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下，中央红军一路拼杀，向西突围而去。独立团却失去了随主力西进的时机，像脱离了父母的孤儿，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生存的希望。党中央刚离开瑞金，整个苏区就全面沦陷了。曾经红旗飘扬的甘闽热土，一夜之间就成了人间地狱。你俩动作快点儿，把旗子给我换了。好，这天又变回来了，咱们扳本的时候到了，给我杀！走！走！兄弟们，给我听好了，只要门上挂着红军标语的，都给我进去杀光！抢光，收光，把标语都给我撕了！撕了！啊！那边标语给我撕了！
你们几个去那边，把这牌子给我摘了。走。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有3个儿子都参加过暴动，把人交出来吧。都当了共产党的鬼是吧？报应啊！老太太，嘀咕什么呢？说出来我听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必会有报。这就是跟着共产党的下场。把屋子给我点了，走。先喝口水吧。谢谢政委。你听我说，我伤太重了，我请求你把我留下来。我不想成为部队的负担。小狗，你这说啥呢？那你还不如自己拿着枪对自己开一枪。诺夫萨开枪自杀，我不会。你还知道诺夫萨开枪啊？小狗，你得活下去。你想不想见金杯啊？我们大家还等着你唱山歌呢。小哥，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看看你的伤。还好，都是皮外伤，好样的。你是右腿是吧？李政委，怎么了？山下彻底乱了，大批的国民党兵和反动民团到处杀人放火，许多没来得及撤离的苏维埃干部都被枪杀了。好，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吧。哎，李焕成，出来有话跟你说。去吧。我从小没爹没娘，说实话，也没像现在咱们部队找不到上级一样，那么让人焦心。中央红军都走了，苏区也沦陷了。我看，我们队伍也快撑不下去了，不如趁早散了吧。不能散呐，那咱们队伍在一块儿，好歹还能扛一下。对啊，到处都是国民党和还乡团，我们想讨饭都不知道去哪儿讨。咱们弟兄出生入死的，现在怎么样？弃儿没人要了，革命革到头了。没完了都说什么呢？老雷啊，
你们营长牺牲了，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副营长，你怎么还在这发牢骚呢？我跟你们说，谁也不许再说革命革到头的事儿，谁再说，跟谁不客气。我就说了，要不是革命，我们营长会死吗？雷公山，你别忘了你什么职务，这是你该说的话吗？我就说了，怎么了？你没完了是不是你？二位营长，你们别吵了，你们这是违反纪律。跟你没关系，你坐下。雷副营长，你进独立团比我俩都早，你的觉悟现在还不如我俩呢。你长得像土匪，还真当土匪呀？我就是发发牢骚。队友要是这么散了，我也不甘心。我再说一遍，到了这步田地，解散队伍是唯一的出路。你还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吗？实事求是，我说的就是实话。我们独立团现在就剩下这么多人了，还有20多个轻伤员，5、6个重伤员，别说打仗，连走路都费劲。团长，小点声。我问你，你知道红军主力在哪儿吗？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孤儿被扔在了狼窝子里。只有解散队伍，让战士们脱下这身衣服，混到群众当中去，兴许还有几个人能活下来。如果我们还举着这杆旗，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成了国民党围剿的目标，到最后一个都剩不下。这是我拉扯起来的队伍，你不心疼我心疼。怎么了，政委？徐大成，带人去看看。行吧，哎，带一队人跟我走，一排跟我走。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苏书记，徐峰，徐峰，苏书记，您没事吧？没事儿。哎，华城天佑呢？他们也正在找组织呢。苏书记，可算找到你了。您再晚来一步，独立团怕是要解散了。他们在上面休着，我带您去。走走。红军哥，我是昨天被他们拉过来的，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放过一次火，我也下不了手。闭嘴！说，叫什么名字？我姓孙。我也姓孙，你小子也敢跟我姓孙？我不姓孙了，我不姓孙。叫什么呀？我小名叫大狗。哎呦，你真想找死啊！
我小名叫二狗，你小名就敢叫大狗啊？你想干什么你？啊？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大哥，你找死啊！我不敢叫了，我不敢叫了。短短的几天，形势急转直下。说实话，我都感到措手不及。怎么了？一个个都像落地的知了，都没声了。铮铮铁汉，也被眼前的困难吓懵了吗？我还听说，有人想解散独立团。这话是我说的，和别人没关系。江明同志，主力部队现在在哪儿啊？不知道。我想单独跟您说几句话，行吗？你是政委，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这些人的面说吗？不能。为什么？我是政委，可我也有脾气。我怕我搂不住我这口脾气。我想单独跟您说几句真话，行吗？李华成同志，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怎么能这样？好，我单独听你说。苏区沦陷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对吗？从现在起，我们都要变成一帮自谋求生、自找出路的人，对吗？华成啊，在我的印象里，你可是第一次这么跟我说话呀。怎么了？你没来之前，我在队伍最大，我跟谁说去？你是我师傅，现在你来了，你活该！我不能说吗？我不能说吗？我心里都急得跟什么似的，我脸上还得装着从容不迫，这是在硬装啊！我装不下去，我告诉你。哎，连我这么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我都知道这仗打的不对呀！有这么打仗的吗？当初秋收起义怎么打的？人家毛主席要不是及时放弃了攻打长沙，去打那个农村，哪有红四军？你们听啥呢？我说的不对啊！华成，你该考虑的是如何重振这支队伍的士气，往前走。往哪儿走？你告诉我，往哪儿走？我现在不敢回头，我现在不敢冲着宋毛岭的方向看。我告诉你，我一看到我就想哭啊！78个战士就这么没下来呀！你现在看看他们，你回头看一眼，我们就跟没天没地的孩儿一样。你告诉我，我们是从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吗？我们没爹没娘啊！我们就这么追不上主力了，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啊？华成同志啊，你也觉得独立团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吗？不是吗，苏乔民同志？不是吗？我告诉你，晚下来1个小时，1个小时，我们独立团这帮人没有一个活人下来，你信不信？华成啊，这一切我们都知道，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千方百计的找你们。来不及了。华成，你心里怎么想的？直接说出来。不知道我想怎么办，对吧？不知道是吧？用不着。我告诉你师傅，我用不着。我告诉你，我想怎么干。我把该说的话跟你说完了。我带着他们去找主力部队去。我为了他们，
我去找毛主席去。你打我，打我！你试试，你试试。独立团全体集合！想去找大部队的跟我走。李焕成，闭嘴！这支队伍何去何从，不该由你来决定。没人走是吧？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是想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吗？老罗、老宋，就地召开会议，必须要对李化成同志所犯的严重政治纪律错误作出党纪处分。同志们，刚才乔棉同志提出的动议，我认为非常的及时，因为我们当前的形势极为严峻，那就更需要我们每一位红军战士去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可是我们的李化成同志，作为独立团的政治委员，却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信念动摇，情绪浮躁，言论消极。那说严重一点，就是在部队制造哗变的。同志们，这怎么能领导独立团走出困境呢？领导，我想说句话。说吧。化成同志最近是压力太大了，他只是想发泄一下，并不代表他信念动摇了。我提议，让化成同志做出深刻的检讨，以求得大家的原谅。对，苏书记，谁没有情绪啊？我也有情绪啊！你问一下，这独立团上上下下谁没有情绪啊？有一个处分一个，有10个处分无双。在这个政治原则面前，我们绝不姑息。那就把我也算上。好啊，你们团长、政委倒是一个鼻孔出气儿了。乔棉同志，我看这支队伍已经不是当年的老队伍了，必须考虑组织手段。我来说2句吧。党中央在撤出洪都之前就已经做出过明确的安排。经过松毛岭战役之后，这实际兵力只剩2个营的红24师，并没有跟着主力西行。现在加上你们独立营，包括各地的一部分游击大队，党中央要求这些武装是要留下来保卫苏区的。同志们，现在正是考验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和信仰的时候啊！领导，您刚才说是独立营，不是口误吧？吕震同志，这可不是口误啊，这是福建省委做出的决定。为什么？第一呢，独立团作为一支从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经过这几个月的战斗洗礼，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省委要求你们还是继续坚守在这支部队的出生地，展开游击战，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第二呢，把你们部队的编制从团整编为营，这主要还是考虑到你们现有的实际兵力和整个游击队的统一指挥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啊。既然是省委的决定，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好，既然大家没有异议，老罗，宣布任命。好。原地起立。自决定，陈天佑同志到，任命陈天佑同志任独立营营长。是。任命李化成同志任教导员。是。任命吕震同志任副教导员。是。任命唐元龙同志任副营长。是。宣读完毕。宣读完毕，还是原班人马。李化成同志继续担任新编独立营教导员。这并不是说李化成同志刚才的错误言论可以既往不咎。李化成同志在形势危急关头公然违抗上级命令，必须按党的纪律做出严肃处理。小明同志，我看能不能缓缓再说呀？这是老宋啊，兹事体大，关乎一支队伍的生死存亡，任何人别想为他说轻。
我提议给李化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反对。形势严峻，道路艰险，让李化成背这个处分，作为队伍的主心骨，怎么带领大家往前走？吕震同志，要是块好铁，就越捶打越成钢。如果他经不起捶打，那就让他成块废铁吧。原则问题，绝不迁就。同志们，那我们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全民同志，我看大多数同志都有异议，那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吧。不，古田召开的那一次会议，产生了一条民主集中制的法宝，事关党的组织纪律。军政委员会可以按照组织程序特事特办。既然民主达不到统一，那就集中行使军政委员会的权力，直接宣布决定。报告，我有话说。好，说。是。同志们，我吧，自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天，我就坚定地相信，我们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我知道大家在为我想，为我考虑，但是不用，因为我坚定地相信这个信念。这个处分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个处分是件好事儿。为什么呢？它能够时时刻刻提醒我，同时也提醒着大家，无论是谁，无论他当了多大的官儿，犯了错误，一定要接受惩罚。但是对不起，乔明同志，这份检讨，我可能要晚一点交。可以，我同意。我现在恳请大家，在这件事上一定不要和特委产生分歧啊！你们就当帮帮我，把手举起来。独立营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决定给予李化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是啊，看来是个大户人家啊。主人去哪儿了？你不是本地人吧？给长官介绍一下，这是谁家院子？何长官，这是陈家的院子。这陈家呀，在以前可是这方圆几百里的大户人家。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被共产党毙了吧？是，也不是。是让我猜吗？对不起，何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这个老宅子的陈老爷子死了之后吧，他那个不孝子把陈家的所有家产全给捐了，自己也跟着共产党跑了，投了共了。是家门不幸。也不能这么说，要是不投的话，地主家的大少爷还不被共产党革了命了？师座说的是。何长官明示，何长官明示。那个团丁交代了，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要杀光我们共产党，并且在镇上
到处贴告示，说抓住一个共产党分子，赏大洋50；抓住一个红军士兵，赏20；提供情报的，赏10块。而且，他们最近又派了一个师过来，说这几天要对我们进行大规模清剿，要斩草除根。看来这里，我们如出一脚了。哎，你要干什么？何长官，我有紧急的军情要向您禀报。何长官刚回来，风尘仆仆的来口茶。说，何长官，昨天晚上我带着3个兄弟在山里头遇到了3个共产党的地方领导，我们一路跟踪，结果遇到了红军的主力。你是说，你们遇到了红军的部队？没错，虽然是晚上，但是他们有机枪，还有数不清的红军。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这不是在说吗？这一定不要放过这次机会。是。你跟着过来吧。你叫什么呀？啊，小姓冯。在赤色时期受了不少苦吧？何长官，那个时候我们就像是下了18层地狱一样，可是我们天天盼，夜夜盼，终于把您盼来了。您是朝廷的天将啊，您来了，地方就安全了。这段日子里，我们一共杀了100个亲共分子和亲共家属。这只是9牛1毛，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跟着您，您的枪往哪指，我们就往哪打。我们像狗一样跟着你，把那些亲共分子全部给杀光，共产党的家属全部给他揪出来，杀杀杀，一个都不放过。不杀他们，难解我心头之恨；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有一个共产党的高官，他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就是要踩灭他最后半点子火星子，不让他得逞，不达目的，咱们誓不罢休，杀光他们！何长官，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啊？怎么像宫里的太监？何长官，你得为我做主啊！何长官，这些全是共产党干的。他们有个叫李木根的，不管什么青红皂白，就把我给删了。滚！师傅，我不是对这个处分有任何的情绪，您对我的处分我完全理解。只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在国民党几个师的重重围困之下，我们这支部队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啊？情绪嘛，多少会有一点。还是那句话，是好钢是烂铁，全看你自己锻造。但你们绝不是孤军奋战，除了党中央留下的部队，还有各地方游击队。更重要的是有广大的苏区人民。红军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组织，而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最伟大的成果。我们要进一步的明确，为广大劳苦大众而战，就必然会得到广大的劳苦大众无私的支援。这是我们有别于国民党军最大的政治优势。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你就别想带好自己的队伍。党中央撤离的时候，各地苏维埃组织已经向汀东山区转移储备了一些粮食和物资。你们到了那里，会有党组织
和你们联络。你们先休整一段时间，但你别忘了欠我的债。什么债？检讨。你不是说要欠一段时间吗？我同意，但你必须要做出反省，对自己的错误做出深刻的检讨。是。您放心吧。华成，我希望到时候我能亲自来你们独立营，宣布解除今天对你做出的处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独立营全体集合！小冕同志，我终于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小李同志是块好铁啊，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捶打成钢。我去看看。哎，处分的事儿别当我心里去。谢了。连长，交代员，咱们刚一走，敌人就从后面追上来了。前面探路。是。部队加快行进速度，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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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谋长，还有温度，肯定没跑远，而且只有往东一个方向。东，参谋长，咱们赶紧追吧，别犹豫了。地沟，参谋长，咱们得赶紧追啊，不能再让他们从我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啊！参谋长。回到师座。是。曹总。师座，我们又扑空了。师座，师座，直下有要情报告，直下有要情报告，师座，有要情报告，师座。对不起，我的参谋长，这是我何某命背，功败垂成，总是差这么一点点。什么？你再说一遍。师座，我们已发现了这股红军向东逃跑的踪迹，虽然人数不详，但从地图上判断，他们是往庭东地区一条狭长的山谷进发了。我现在马上率部衔尾追击。那追得上吗？追不上。追不上，你给我报丧啊！师座，师座，你听我讲啊。说。直辖希望师座立即与友军第9师联系，让他们在前方苦竹一带截击共军，与我部形成前后夹攻之势，必能将共军剿灭于穷山恶水之间。好，老弟，辛苦了，我静候佳音。是。
希望这次要成功，一定要成功。参谋长，您真是好计谋啊！您看，前方有友军的围堵，我们从后头给他们全部包起来，那帮共产党就必死无疑。同志们，加快行军步伐。想什么呢？我们走入了兵家大忌的禁区，死亡地带。什么意思？你看这一带两边山崖陡峭，特别适合敌人打伏击，而且只有向东的一条路。我怕敌人在谷口堵我们。那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就是蜂箱里的老鼠，被敌人两头夹击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别总不祥不祥的，能不能想点好的？每次都自己吓自己。现在整个赣闽地区都是国民党军，国民党互相联络依靠的是电台，我们腿再快也跑不过电波。身后的追兵没有动静，不是好事。即使我们躲得过后追，也避不开前堵。恐怕谷口已经被国民党军扼守了。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肯定能走出去。我唐云龙这是命背，逃到哪儿都是绝路。教导员，徐茂，不能再往前走了。为什么？刚才有支国民党的军队把前面的路口堵了。他们有多少人？至少1个团的兵力。那你觉得他们发现我们了吗？应该没有，但是他们刚一到路口，明显是提前得到情报的行动。不幸被我言中了，营长，给我一支突击队，让我为大家杀出一条血路。杀什么杀？那是白被送死。横竖都是个死啊！到这份上，生死由天吧。